陛下，陛下，奴才给您道喜了。何喜之有？钩弋夫人新添小皇子，小皇子又白又胖，一脸的贵相。真的？真的。来，来，陛下，快扶朕起来。陛下，陛下，太医要您老人家卧床静养啊。哎呦，朕最烦的就是那些个庸医，除了让你吃药，没别的本事。哼！朕要是真那么糟糕，还能生出大胖小子来？他太医给朕生个看看。陛下是鸿福齐天，宫里上下都在为您高兴，而且啧啧称奇。他们有什么可奇怪的？陛下，您是忘了，钩弋夫人此番怀胎，非比常人，足足怀孕14个月。没有能错。陛下，奴才就是有1万颗脑袋，岂敢在这上头有半点差池？自钩弋夫人受宠幸时起，奴才是一笔一笔都清楚地记录在簿，其怀孕时间一点不错，足足14个月。王子龙生如此异常，地饶是怀了14个月生下来的。现在，钩弋夫人生了一个怀孕14个月的孩子，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啊？可不是嘛，宫里上下都是这么说。陛下，您可能还没见过小皇子吧？小皇子非常可爱，辉煌至极，而且还富贵至极。像朕？像极了，尤其是那眉眼儿。呸！您瞧我这张嘴，什么都像，简直就是活脱脱一个小陛下，就连那哭声都透着陛下的底气。子不类父，让朕愁了20年。好啊！为了表达朕的厚爱，也为了嘉许钩弋夫人的辛苦功劳，传诏，从今天起，改钩弋宫门为姚木门。你看，挂起来了，挂起来了！哎呦，太好了，是吧？哎呀！大人，请。儿啊，娘的眼睛不好使了，你能帮娘把线给穿好吗？你知道皇上授赵婕妤以姚母称号，本来皇上对太子就不满，昌邑王刚刚有点希望，却又冒出来个新皇子福临。是啊，我也正为此事闹心呢。
皇上年老多病，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。现在你大将军虽势头向上，如日中天，但只怕一旦魏太子继位就完了。母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秀啊秀的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娘啊，是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可是我看来，皇上赏赐的不仅只是一块匾额。你我两家是肉连着肉，咱们不能让他当上未来的皇上。何不趁着皇上和太子有矛盾，加上卫青现在已死，魏家的势力衰落已成定局，这就是机会呀！何况皇上对李夫人的感情经久不衰。再者，目前朝廷要论军功方面，没人能超过20将军你。现在丞相之位空缺，朝中丞相要是能由我来出任，那对昌邑王就更有利了。皇后尚在，我还是太子，父皇怎么能赐名姚母呢？肯定是有人知道父皇最近对我有许多不满，从中挑动，想改变母后和儿臣的地位。所以母亲一再提醒你，不要总是逆着皇上揽事。重大的事件要留给皇上来裁决。我的天哪！母后现在说的与当初司马迁所言简直是一模一样。那儿臣该如何去做？这司马迁就聪明，还不是一惹怒皇上就成了废人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皇上诏改钩弋门为姚母门，那绝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深思熟虑了。我看皇上确实是已对太子早有不满了，但目前只怕他还未下决心。我们必须要多备棘手，稳操胜算呢。将军高明，皇上总说子不类父，其实就是对太子不满意呀。皇上要是对太子都看不清楚，那他还算什么明察秋毫啊？那你说，这往下咱们该怎么做呢？把单数变成双数，先联合其中的一家，斗倒另一家，此为上策。就是说联合钩弋斗倒魏家？那是当然。可是钩弋夫人那里，谁又能说得上话呢？若是能把太监苏文拉过来，那自然就说得上话了。自从春陀死了以后，皇上身边管事儿的就是他。李钩弋夫人其实也全靠了苏文。联络他？哎呦，这小子，的确是像朕呐，连脾气都一模一样。给我啊，好，行嘞。儿子，这哪是我逗你玩呢，是你逗你爸爸玩呢。的确是像朕呐。来，亲一个。陛下，臣妾曾经向陛下推荐一位出使匈奴的使者，他已经从匈奴回来了。扔，就是那位从赵国来的江冲。臣妾知道陛下一向喜爱崔义豪强的勇士，加之臣妾也是赵国人，很以这位同乡为自豪，所以臣妾自作主张叫苏文把他召来了。不知陛下想不想见见？陛下，江冲从匈奴回来，正在门外候旨。是吧？
既然是钩弋夫人推荐的老乡，那就让他进来见见。诺，朕也想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江冲。传江冲。小的江冲叩见陛下。都说啊，燕赵自古多奇事，果然不同凡俗啊。小的并非搜巧猎奇，故作惊人之举。那朕问你，你穿着这身胡服打算干什么去？小的刚刚从匈奴回来，所以特地穿了他们的衣服。小的还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匈奴语言。朕已经向匈奴派了几批使者了，可都被他们扣了。他们怎么会善待你呢？小的以为，过去派往匈奴的汉朝使者阳刚有余，灵活权变不足，故而收效甚微，显汉匈强弱已分，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。朝廷应因变制宜，对匈奴也不宜老是居高临下，应该让匈奴人切实感受到朝廷的善意，甚至可以怀着向弱小敌人学习的谦逊态度。此次大单于请小的禀报圣上，将立即派使团来朝进贡。那这倒真是件前所未有之事。看来你挺能干呀。行，是个人才。陛下，依臣妾看，这样的义才多难得呀，还该让他多管点事。臣妾夜来老听陛下念叨着，现在的豪强贵戚太不像话。就拿那个杨陵大侠来说吧，陛下已经指示了几次，可是到现在呢，还是不能归案。像这样的侵犯都能逍遥法外，不是执法不力，又是什么呢？陛下，钩弋夫人的话说的有些道理。现在豪强又起来了，烧杀抢掠，横行无忌，确实也需要一些奇才异能之士打压打压。你江冲就做朕的直指绣衣使者，直接对朕负责，专门督抚三府盗贼，督察贵戚廷臣不法之事。小的愿誓死效命于皇上。拿下刺客！抓刺客！快拿下！这边！快！那边！抓刺客！去那边看看！快点！这边！刺客在这儿！快点！拿下他！抓到刺客了吗？没有。启禀陛下，宫中的所有角落都已搜尽，可还是没有见到刺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朕在撒谎？臣实在不敢。拉下去，给朕看喽！皇上，传召！皇上，臣冤枉啊！皇上，关闭长安城门，全城搜查。皇上驾到！李将军，臣在。
心点啊！丞相之位空缺已久了，你二师将军觉得朕可用何人为丞相？陛下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如果是举贤不避亲的话，臣想，要是举贤不避亲的话，臣以为立刘屈毛为相比较合适。刘屈毛是你姐夫，倒还有些才能，而且还……太子来了吗？回陛下，昨儿就已经告知了。告知了没有？为什么姗姗来迟？父皇，太子怎么来晚了？回陛下，儿臣乘坐的马车早晨由家奴驾驭时，不慎驶到了驰道上，因而被直指绣衣使者江冲扣留。儿臣多方通融未准，他非要以儿臣的车驶到驰道上定罪，所以儿臣来宫时只能另择车程，这才耽搁了。这个江冲果然了得，作为人臣，本就该奉公守法。传诏，升江冲为水衡都尉。皇上现在什么人都不见，让他们回去吧。这好吗？毕竟是皇后的家人，宫中的制度，您看我说你们这些门侯，被收拾的还不够是怎么着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一切以皇上的健康为第一位。皇后和太子的家人，一律不见。这样下去如何得了？父亲开始怀疑儿子，儿子开始警惕父亲。妻子开始疏远丈夫，群臣开始畏惧他们的皇上。这样一来，唯有那奸佞小人大行其道，不是？不要再说了，刘据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就不要说这样出格的话了。父皇连面也不见，一点消息也不给。儿臣只想知道，究竟是什么人从中挑唆，让父皇生出如此的仇恨和戒心呢？不要再管了，刘据。总得有个说法，不是？公孙贺死后，丞相之位由刘屈毛继任。刘屈毛又是李广利的至亲，李广利又是我兄弟昌邑王的舅舅。显然这后头别有名堂。你是真不了解你的父皇。既然父皇已经委托我在他不在时过问朝政，面对这种事情，我不能听之任之。我并不在乎这个太子位还能不能保得住，只担心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，父皇一旦有所不会，国家和列祖列宗的基业如何传承啊？滚出去！这是皇上让水衡都尉请来的西域狐巫，善观妖气。皇上说最近周遭气息不好，噩梦连连。臣叩见皇上。江冲，臣在。朕刚才又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好几千个小木头人儿，岂有此理！臣带来一位西域神巫，此人善观妖气，陛下见见如何？
什么人？这呼是匈奴人吗？陛下，小的是月之人，小的发现东南方向有漫天的妖气呀。妖气来自东南。妖气都聚在皇宫中，必须根除，要不陛下的病绝好不了啊！你是说未央宫、长乐宫，还是太子宫？叫霍光进来。哦，臣叩见陛下。你找。宁，水衡都尉江充带安道侯韩越，御史张干，宦官苏文，进攻绝地挖苦。这是什么？征和2年发生的搜查巫蛊风暴，刮了整整2年，狂风吹遍了长安城。近2万人受到株连，丞相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，连皇后卫子夫的姐姐也未能幸免，以致刘彻自己的2个亲生女儿以及卫青的长子均被牵连，而这一切仅仅是拉开了悲剧的序幕。女儿啊，我的女儿啊！快，就在这儿！给我往下挖，往深处挖！快点，这边！快！这边！过来！这个！快！快点！给我快点！快！这还有这边！好！这！快点！给我仔细挖！这！所有可疑之处都要挖掘。听着，挖完了前殿，挖后宫，后宫挖完了挖太子宫，深点，一处也不能放过。这儿，快！来！快点！这边，快！走来，这边，快！你带几个人去那边？是，好。快！你们这么瞎折腾，还能不能给我留一寸安身之地？奴才只是遵照皇上的诏命，实在是不得已，请皇后娘娘见谅。你们不好好的侍候皇上，却专搞这样的旁门左道。这些胡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看是替匈奴来报仇的吧。哎，太子，王八蛋！江充这伙人真嚣张之极。老师，父皇怎么能相信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流氓呢？看来有些人不把汉室的天给捅塌了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继续搜查。诺。所有证据一律集中存放。诺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我就不信他们能无中生有。父皇为什么不见我？门都不让进，我几次派去汤泉宫的家事都被挡了回来，简直弄不清楚他老人家究竟是怎么想的。太子就没怀疑过皇上是否还活着？太子难道忘了秦朝末年
赵高诈杀扶苏而立胡亥的故事吗？你是说，难道这一切都是由奸人有意安排的弥天大谎？太子，不好了！太子，太子不好了！江冲他们在您的书房里挖到了许多木偶，还有巫书，上面写的都是些大逆不道之言。太子，冷静。皇上特使到。皇上特使在何处？在宫门口，从汤泉宫来的，请都尉大人前去接旨。集合队伍，守好证据。诺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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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子要谋反，拿下！别动！江冲才是斗胆谋反。太子不要冲动，卑职奉有皇上的诏命。哼！你设局栽赃，要置我于死地，我今天先办了你。太子，铁证如山，法网难逃，你就是杀了我，哼，恐怕也救不了你。皇上也有圣旨，皇上不在朝时，本太子监理国事。你现在矫诏谋反，本太子现在就斩了你！扣留所有军士，烧死这些胡巫，立刻去长乐宫、未央宫搜捕那个太监苏文，都快点！臣接旨。韩愈，苏文呢？你是什么人？见到来使还不下跪？跟皇上到汤泉宫的随员我都认识，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刘据，出什么事了？母亲，那江冲一伙自己带着偶人埋在我的宫里，又挖出来，要栽赃陷害我。现在江冲一伙已经被我刑权斩决了。我本应立即去汤泉宫向父皇禀报的，可是那个苏文他已经逃了出去，必然会到父皇那儿恶人先告状。我看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我准备以监国太子的身份，诏令群臣百官，将所有的奸党全部逮捕，弄清阴谋的始末，然后再向父皇做个交代。母亲，你笑什么呀？啊！我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这才真像是刘彻的儿子啊！我笑你枉担了几十年懦弱的虚名，骨子里还是有你们刘家人的种姓啊！母亲，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，你要支持我。儿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，唯有一拼才能自保啊！母亲，陛下，造反，太子能有这样的胆量？启禀陛下，太子已经杀死了江冲，还有那个韩愈，扣留了守城军士，还公然违抗诏命。要不是奴才跑得快的话，是不是你们挖出了木偶，逼太子太甚了？是不是江冲过于咄咄逼人，逼太子杀人的？纵然是死，
也要死得清清白白。刘觉，要做就做到底，把奸人都除掉。请母亲下令，让长乐宫所有卫士归儿臣指挥，打开兵库，分发武器，御马院所有马匹一律调出，供骑射武士使用。你要先通告百官，父皇重兵为奸人所逼，奉诏讨贼，迅速控制全城，陈兵备战。要告诉老百姓，今后停止对外用兵，释放那些为躲避徭役而被关押的无辜犯人。争取民心。儿臣遵命。魏不疑，你立即领兵占领丞相府，让刘屈毛立刻来我这儿报道。如若不从，斩了他！太傅失德，你领着人向长安市民公告，皇上病重，存亡难料，奸臣意欲作乱，太子起兵讨逆，向百姓分发武器，维持京城治安。诺。你张光，立刻赶往长安大狱，宣布诏命，大赦囚徒，将其中的军人、武士以及敢死之士全部组织起来，以应付不测。诺。剩下2件最重要的事，一是调动长水宣曲的胡济，一是联络北军的任安。怎么样？小的见太子那里警戒森严，陈兵备战，就没敢觐见。见了皇上，你不能这样说。奴才亲眼看见太子造反，千真万确。他已宣布登基执政，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再说一遍。太子造反千真万确，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这个不孝之子，真要向他老子开战了！快，把朕的符咒拿来！栾家准备回京，朕倒要看看这小子究竟有多大能耐。报！臣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京城已大乱，丞相要臣送来了这个。他写的这些报告杂乱无章，他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是？太子发兵围了丞相府，丞相不敢与太子敌对，只身躲了出去，印绶也没来得及拿，所以丞相干什么呢？丞相不敢露面，也不敢擅自发兵。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，躲什么躲？他杀江冲，朕可以宽恕他，但他公然要改变朕的方略，释放牢中囚犯，朕还能饶了他吗？火光，臣在。替朕拟诏给丞相刘屈毛，你就这么写：镇压叛贼，执行国法，封锁城门，休让反者逃脱。避免短兵相接，以免百姓伤亡过大，懂吗？
懂，北臣一定转达。快去！分别带上符节，立即赶往各县传达诏令。诺。走吧，别太急了。霍大夫，情形十分危急啊！陛下此时不能回未央宫啊。那怎么能让臣民们知道朕的真实情况？请陛下暂驻城外建章宫，臣以为这样就足以威慑叛军了。臣则设法向外发布消息。好吧，就去建章宫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亲自来北军打营啊？护北军使者任安，此为调兵符节。今圣上在汤泉宫病重，生死不明，刘屈毛趁机作乱。我以皇后和我本人的名义，命令北军立刻发兵，平息丞相的叛乱。没有皇上的虎符，我不能出动北军呐。你连我也不相信吗？我已经告诉你，皇上人在汤泉宫，目前生死不明，击破丞相的叛军，就是捍卫朝廷。太子稍后，等我与其他将军商议一下。关营门，诺。任安，任安，国家的命运全在你的手上。任安，你回答我，任安，你不想救朝廷于危难之中吗？请太子恕臣不敢从命。这。告诉臣民们，朕就在建章宫里，得亲自指挥平叛。朕没有死。任安的北军为什么不动？还在观望什么？去告诉他，立即举兵，协助南军在全城实行剿灭。所有的反抗者，统统杀死。诺。陛下，宫中与外界的联络不畅，许多诏命无法到达。带上蓝关羽林，朕要亲自到现场。陛下，这使不得呀！那些人受太子的蒙蔽，朕就不信他们见到了朕，还要造反。外面刀光剑影，陛下如果有一点点闪失，国家将永无宁日啊！臣愿意代替陛下，立即赶赴现场，
昭示陛下的真实情况。好吧，你替朕去吧，把真相告诉所有的臣民们。诺。宫中有几个皇家风筝，1个时辰之后全部挂出来。